每天对谈一本书，大家好，欢迎收看与书谈。今天我们对谈的书是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是一本读起来非常沉重，甚至可以说是残酷的书。它用一种非常美的语言去描绘了一个黑暗的深渊。所以我想一开始就抛出一个可能很多人在读的时候都会反复问自己的问题：为什么是文学？为什么是文学而不是别的形式，承载了甚至是某种程度上构建了这种创伤的容器？文学在这里面它到底是个什么角色？保护者、美化者，还是只是一个无力的见证者？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它直接就触及了这本书最核心也是最让人心痛的地方。文学在这本书里，它的角色太复杂了，而且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就像你说的，它成了一种工具。你看那个时报者李国华，对吧？他是个老师，他满口的文学典故、诗词歌赋，这些本来很美好的东西，在他手里就变成了诱饵，变成了包装自己、控制学生的武器。甚至他试图把这种极其丑陋的罪行包装成一种带有美学色彩的东西。但另外一方面，对房思琪来说，文学，特别是写作，好像又是他唯一能够抓住的东西，是他理解自己痛苦、尝试去表达、去求救的一种方式。虽然这种方式最终我们看到是失效了，甚至被扭曲了。所以文学既是毒药，也是可能是唯一的解药，但这个解药最后也失效了。可以这么理解，它既构建了那个乐园的假象，也记录了失乐园的全部过程。所以你问文学扮演了什么角色，我觉得它既是帮凶，也是受害者，最终成为了一个无比沉重的见证。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字面上看多美好，对吧？初恋乐园，但实际上里面全是荆棘，是地狱。这种命名方式，它是不是在暗示我们，很多时候最深的伤害恰恰发生在那些我们以为最安全、最充满爱，甚至最应该被保护的地方，比如说家庭、学校、师生关系。不仅仅是书名，你看书里面章节的名字，它不断在提醒你这种对照。这个乐园、补习班本该是获取知识的地方，对吧？结果成了李国华的狩猎场。那个所谓的家，或者说公寓，本该是避风港，但里面充满了隔阂、不理解，甚至是变相的囚禁。所以这种命名其实就是在揭示一个残酷的真相：悲剧往往披着日常的外衣，发生在最习以为常，甚至是被认为是安全和美好的关系与空间里。它让你去质疑那些看似正常的表象。这本书最让人揪心，也最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可能就是语言、权力和沉默这三者是如何交织在一起，最终构成了一场对年轻生命的可以说是围猎。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李国华他掌握着知识的权利、老师的权威，还有就是话语权。他用那些优雅的词藻、文学的典故去美化他的行为，这就让我们必须去面对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当这个权力结构本身，它就倾向于保护像李国华这样的人，当文化语言这些东西都被挪用成了遮羞布的时候，那受害者像思琪这样的女孩，她怎么发声？她的痛苦如何才能被看见、被真正的理解，而不是被怀疑、被污名化？对，你提到了看见和理解。书中李国华不仅实施了身体上的侵犯，更可怕的是他进行了一种精神和认知层面的操纵。他不断地告诉思琪，这是爱，这是特殊的教育，甚至这是文学的一部分。这是不是揭示了一种更隐蔽但可能伤害更持久的暴力形式？就是说，他不仅伤害身体，他还试图去摧毁你的认知，让你怀疑自己，甚至让你自我合理化这种伤害。这是一种认知层面的暴力，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灵魂的强暴。它污染了受害者对世界的基本认知，包括对知识、对权威、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信任。你看书中反复出现的假装、扮演，思琪去扮演一个不存在的爱人角色，去假装这一切是正常的。但这种扮演，它仅仅是思琪个人的行为吗？还是说，它其实也反映了整个社会在面对这类事件时某种程度上的一种集体扮演？大家是不是也在假装看不见，或者扮演着不知情、不介入的角色？这是一个很沉重的问题，就是旁观者的角色，或者说社会的角色。对，
所以我们今天要探索核心，可能就是围绕着这几个关键词：语言如何成为武器，权力如何被滥用，沉默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在这一切之下，个体的痛苦如何挣扎着想要被看见，却又困难重重。那我们就深入到书中的关键内容，来具体看看这些问题是如何体现的。我们先从人物开始吧。房思琪这个核心人物，你觉得他身上最让人心疼，或者说最关键的特质是什么？思琪她太典型了，一个非常聪慧、敏感，对文学有着近乎痴迷热爱的女孩。你看书里描写的，她能大段背诵文学作品，她对文字有极高的感受力。但恰恰是这些特质，她的聪慧，她对文学的热爱，她对老师天然的信任和崇拜，反而被李国华利用了。这可能是最残忍的一点，她的优点变成了她的弱点，或者说变成了被攻击的靶心。书里有很多对他心理状态的描写，非常触目惊心。从一开始可能还有点懵懂困惑，到后来逐渐的精神崩溃，甚至出现幻觉、失忆。比如他写日记，我必须写下来，那种挣扎感。还有后面提到他对痛苦的回忆变得模糊，甚至遗忘，这怎么理解？这是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巨大的创伤会让人启动一种心理防御机制，遗忘或者记忆的碎片化，其实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再被那种无法承受的痛苦淹没。但这种遗忘是有代价的，它意味着你无法完整的叙述自己的经历，无法有效的求助。你看他后来精神失常的状态，其实就是内心极度痛苦和混乱的外在表现。他被困在那个创伤里出不来了。文字是他唯一的武器，但最后连文字也背叛了他，变得破碎不堪。再来看李国华这个人物，他身上那种老师的权威形象和他私下行为的反差非常巨大。他是如何做到这种伪装的？他利用文学进行自我美化和操控的具体手法，你能不能举些例子？李国华这个角色让人不寒而栗。他不是那种一眼就能看穿的坏人，他有学识，有社会地位，表面上温文尔雅。书里面有很多细节，比如他会跟别的老师讨论女学生，用一种看似欣赏实则物化的眼光去评价他们。他跟思琪的互动，那些所谓的教导，他会引用很多文学里的爱情，甚至是带有情色意味的描写，去暗示，去合理化他对思琪的侵犯。最典型的就是他会把责任推给文学，或者推给思琪所谓的早熟。事后他甚至会狡辩说这是一种情投意合。这种语言上的伪善和欺骗性是他最主要的武器。他污染了文学，也污染了师生关系。语言的伪装。那刘依婷，她作为思琪的朋友和故事的主要叙述者之一，他的视角给我们提供了什么？他看到的那些美和他隐约感觉到的怪异之间那种张力说明了什么？依田的角色非常重要，他代表了某种旁观者的视角。他看到了思琪的变化，看到了李国华的一些奇怪举动，甚至他能感觉到一种美背后隐藏的危险。比如他对撒谎的看法，他对钱一维和伊文那种看似完美家庭的观察，他描述思琪后来的状态，包括最后那封道歉信，这些都显示了他的观察力。但同时他又显得很无力，他可能因为年幼，因为恐惧，或者因为整个环境对这种事情的讳莫如深，而无法真正的戳破真相，无法有效的帮助思琪。他的叙述里充满了那种我知道不对劲，但我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茫然感。所以他的存在是不是也在暗示某种程度的社会共谋，或者说旁观者的困境？就是即使看到了，也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选择沉默或者无能为力。他的犹豫，他的不确定，他的最终缺席，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不能苛责一个同样是孩子的旁观者，但他的视角确实让我们思考这种沉默是如何发生的。书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女性角色伊文，她美丽、优雅、世故，但内心似乎也充满了痛苦和破碎。她的故事线跟思琪的故事线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照还是互文？伊文的角色非常复杂，也很有深度。她像是成年版的，或者说另一种平行时空里的思琪。她同样美丽有才华，
但他的婚姻充满了控制和可能的暴力，比如和钱一威的关系，书里有暗示家暴。他和毛毛先生那种看似温柔，实则也可能隐藏着不平等的互动。他和思琪的对话，能感觉到他对思琪的某些痛苦是有所体会的，甚至有一种过来人的某种悲凉的理解或投射。所以怡文的故事线和思琪的故事线，我觉得是互为秘境的。它展示了女性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都可能陷入相似的困境，被物化、被控制，在看似光鲜的关系中承受隐秘的创伤。这使得思琪的悲剧不仅仅是一个案例，而更像是一种结构性的问题。除了这几个主要人物，像思琪缺席的父母、虚伪控制的钱一威、看似温柔的毛毛，还有郭晓琪等等，这些次要角色，他们在整个故事结构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些角色共同构建了一个可以说是失语和冷漠的背景板。思琪父母的缺席和不理解是家庭保护功能的失效，钱一威代表了那种披着精英外衣的控制欲和虚伪，毛毛则可能象征着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即使他看起来更温和。郭晓琪作为另一个可能的受害者或知情者，他的存在加剧了那种普遍性和无力感。这些角色共同指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一个看起来正常的社会环境里，一个女孩的求救会如此微弱，如此容易被忽视？是哪里出了问题？人物关系本身就织成了一张无形的网。那我们再来看看场景和象征，补习班和公寓这两个主要的场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补习班本该是传道授业解惑的神圣场所，但在书里，它变成了李国华悬袭猎物、实施侵害的狩猎场。知识在这里被玷污了，而家或者说思琪后来住的那个公寓，本应该是安全的港湾，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隔阂，是父母的不理解，是他自己内心的牢笼。书里描述公寓里的艺术品都透着一种窒息感，李国华的公寓更是直接的犯罪现场。这些空间都失去了他们本应有的功能，而反而充满了危险和压抑。还有一个核心的象征就是文学和文字本身。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李国华如何把它当作武器，思琪又如何把它当作唯一的表达途径，这点能不能再深入谈谈？这个象征是贯穿始终的。李国华用文学典故来包装他的欲望，诱导思琪，让他觉得这是一种高级的、特殊的情爱。文字的美成了掩盖丑陋现实的工具。而对思琪来说，文学是他的精神支柱，写作是他与自己对话、整理混乱思绪的方式。他试图用文字去表达那种无法言说的痛苦，但是当创伤过于巨大，语言本身也显得苍白无力，甚至会反过来加深他的痛苦。他越是沉浸在那些描写爱情与美的文字里，现实的残酷就越发凸显。而且他的文字，他的日记，最终也没有成为有效的求救信号。这本身就显示了语言在极端创伤面前的局限性，以及当权力不对等时，受害者的叙述是多么容易被忽视或否定。这就涉及到乐园与失乐园这两个概念了。这两个概念在书里具体是怎么体现的？乐园最初可能指的是思琪对文学、对知识、对老师那种纯真的向往和想象。李国华恰恰是利用了他对这个乐园的憧憬。但随着侵害的发生和持续，这个所谓的乐园迅速崩塌，变成了失乐园。这个失乐园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沦陷，补习班公寓，更是精神世界的彻底毁灭。他失去了对美的感受力，失去了对语言的信任，失去了对世界和他人的基本信赖。所以这两个概念并置，本身就在讲述一个从纯真到幻灭，从向往到毁灭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核心就是权力的滥用和信任的背叛。那个乐园一开始就是虚假的，是一个精心构建的陷阱。我们能不能选几个关键的情节，来更具体的看看这些冲突和主题是如何展现的？比如说第一次侵犯的场景，虽然书里写的比较隐晦，书里对直接的暴力场景描写其实是克制的，但那种心理上的压迫感和恐惧感写得非常深刻。第一次侵犯的场景前后的暗示和发展，更多是通过思琪的反应、李国华的话语诱导，以及后来思琪那种懵懂又痛苦的状态来呈现。
重点不在于过程本身，而在于那种权力不对等下的无法反抗，以及事后认知被扭曲的开始。还有思琪精神状态不断恶化的那些表现，比如发疯的场景，或者失忆混乱的状态。书里早期描写的他突然在课堂上失控，那种被认为是发疯的表现，其实是创伤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爆发。还有后面他回忆痛苦时变得混乱和失忆，这都是创伤的直接后果。这些情节非常直观地展示了侵害对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毁灭性打击，它不是一次性的事件。比如书的结尾部分，怡婷和思琪的那段对话，怡婷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想要道歉，但思琪的回应却充满了绝望和距离感。思琪的很多行为，比如反复洗手、害怕某些词语，其实都是求救信号，但这些信号太微弱、太变形了，以至于像怡婷这样的朋友也很难准确解读。这种错位是悲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李国华和其他老师或成年人的互动呢？这些情节是不是也揭示了他的伪装？比如他和其他老师谈笑风生，讨论文学，扮演一个受人尊重的教育者形象。这些场景和他在私下对思琪的行为形成了巨大反差，凸显了他的虚伪和善于伪装。这也暗示了那个环境可能存在的某种默契或者说盲点，让他的行为长期存在。怡文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比如她对丈夫的某种顺从或者恐惧，对某些话题的回避，都暗示了她可能也生活在一种不健康的权力关系中。这些细节让她的形象更加立体，也让我们看到这种以爱为名的控制和伤害，并不仅仅发生在师生之间，也可能发生在婚姻等其他亲密关系中。她和思琪的遭遇形成了呼应，指向了更广泛的社会问题。这部小说在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讨论，很多评论家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它的艺术成就和社会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它的语言非常独特。林奕含的文字可以说既有高度的美学自觉，又承载着那种撕心裂肺的空吐。他用非常精准、华丽，甚至有点可以说是残酷的语言去描述那些最不堪的经历。这种美的恐怖，或者说恐怖的美，是很多评论家，比如张悦然、冯唐等都提到的一点。它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张力，让读者无法回避。这种语言风格，它不是那种直白的控诉，而是用一种近乎艺术化的方式，让你去感受那种痛苦的质地。就是作者改编自真人真实的这个写作选择，这使得小说和作者自身的经历之间产生了一种无法分割的沉重联系。虽然我们阅读时要区分小说人物和作者本人，但这个背景无疑加深了作品的冲击力和伦理重量。这不仅仅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从社会价值来看，这部小说对权力结构，特别是教育体系内部可能存在的权力滥用，以及社会文化中那种对性别暴力的默许甚至纵容，提出了非常深刻和尖锐的批判。就像一些学者，比如李银河、戴锦华指出的，它触及了我们社会中一个长期存在但又常常被掩盖的痛点。它不仅仅是控诉，更像是一次对创伤经验的极其个人化但也具有普遍性的文学呈现。他在问为什么会这样，语言何以至此，美何以至此，痛苦何以至此。他在追问一些更根本的问题。这也带来了一些伦理上的困境，就是说我们作为读者在阅读这样一部作品时，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如何去面对其中那些让人极度不适但又无比真实的描述？我觉得阅读这部作品，首先需要的是尊重和同理心，而不是猎奇。我们需要认识到，阅读的过程本身可能就会带来不适，甚至创伤的二次体验。这种不适感恰恰是作品力量的一部分，它迫使我们去思考，去反思我们自身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以及我们对于他人痛苦的责任。我们不是简单的旁观者，阅读本身也是一种参与和见证。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将这种阅读体验转化为更有建设性的思考和行动。在文学史上，它以一种极其独特和勇敢的方式处理了性侵害和创伤这个题材，拓展了我们对文学表现能力的认知。它的语言实验和叙事结构都值得关注。在社会学层面，它的影响力可能更大。
它引发了公众对于相关议题，比如 Me Too 运动在华语圈的讨论，对于权力不对等关系、师德师风、青少年性教育、创伤知情等问题的广泛关注。它成为了一个文化实践，促使很多人开始正视和讨论这些原本可能被视为禁忌的话题。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某种沉默。这本书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广泛和持久的共鸣，恰恰是因为它触碰到了很多普遍存在的问题。权力不对等，这在各种关系中都可能存在，不仅仅是师生，也可能是上下级、家庭成员等等。而那种利用文化默契或者说社会偏见来掩盖的暴力也并不少见。比如对受害者的指责，你为什么不反抗？是不是你先勾引的？对施暴者因为其身份地位而产生的某种宽容或不相信，这些都是现实中可能发生的情况。这种不相信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伤害。所以这本书其实是在提醒我们，需要更加警惕地去审视那些看似正常、权威的关系背后可能隐藏的危险，不能因为对方有光环就放弃了质疑和判断。它也迫使我们去思考，如何才能建立一个更安全的社会机制，怎么让受害者能够更如意、更安全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得到有效的支持和保护，而不是遭受二次伤害。这需要法律、教育、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努力。也许阅读这本书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现实意义之一，就是学会去听心那些可能微弱的、变形的，甚至听起来不合逻辑的求救信号，然后选择去相信那些讲述痛苦的人，而不是轻易的去怀疑和否定。相信这个词在这里分量很重，因为很多时候受害者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不被相信，来自家人、朋友、社会的不相信。这种不相信会彻底摧毁一个人的求生意志。林奕含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他把个体的悲剧提升到了一个集体和历史的高度来看待。那么读完这本书，感受了那种巨大的悲伤和愤怒之后，也许我们可以问自己，除了情绪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阻止下一个房思琪的出现？我们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怎么样去打破那种可能存在的沉默的共谋？我们能不能以及如何去构建一个真正能够保护弱者，让孩子们可以安全成长的乐园，而不是书里那种名字好听实则残酷的地方？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关于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和需要持续的思考。期待下次与您继续与书谈。